从一个车门都挤不进去的600斤胖子，到可以翱翔天际的精瘦飞行员，需要花多久？贾斯汀用行动告诉你，只要2年。2年前，贾斯汀还是一个睡觉都要戴呼吸机的胖子，每一天的醒来是他最不想面对的事，这意味着难熬的一天和全身的疼痛又将如约到来。他最害怕的就是看到镜中的自己。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 I see a mistake and someone who's destroyed his life for food by becoming one of the largest people alive. 由于自己庞大的体型，稍不留神就会摔倒在地不省人事，而唯一能发现自己的，只有每隔一天登门拜访的母亲了。到那时，自己是否还在人间都是个未知数。所幸贾斯汀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早节，穿好衣服无缝接过了外卖。也许是考虑到上节目，今天的贾斯汀吃得格外健康，只是简单的蔬菜沙拉而已。好吧，相比上期一口气吃4盒披萨的 JT， 已经算非常健康了。吃饱喝足后，贾斯汀回忆起了往昔，自己从小都没有出现过体重问题，直到母亲不幸因为治病而对药物上了瘾，进而演变成了更严重的毒瘾。从此，母亲开始在贾斯汀的人生中若隐若现，让年幼的贾斯汀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失望。And his mother would say, well, I'll be there to pick you up this weekend, and the poor kid would get ready 2 days in advance.And she would not show. 父亲很快带着贾斯汀组建了新的家庭，年仅5岁的他突然就变成了一个不受新家庭待见的外来者。就这样，整整过了5年，消失多年的母亲才重返了贾斯汀的生活，弥补了贾斯汀缺失的母爱。只是这份母爱似乎有些过于沉重了。My mom always fed me something good. To this day, Justin still loves my sausage gravy. When I visit, he wants me to make it for him. That's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he wants me to make. 在母亲这般无比愧疚的溺爱下，贾斯汀的体重日益飙升，短短4个星期就重了30磅，把父亲都吓了一跳。可贾斯汀并不在乎这些，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得到母亲的关爱更重要的了。然而好景不长，母亲再次败给了毒瘾，又像当年一样从贾斯汀的人生中消失了，只给他留下了无尽的悲伤和暴饮暴食的坏习惯。18岁那年，贾斯汀的体重超过了300磅，步入大学的他没了家人的监管，更加放肆的进食，体重也以每年50磅的速度暴增，直到自己的体重超过了600磅，他再也无法迈出家门，也彻底切断了和朋友们的联系。长期的宅家让他患上了焦虑和社恐，光是看到几个陌生人都紧张到窒息。I've given up the best years of my life to addiction and illness.And I'm ashamed of that. 好在母亲再次浪子回头，重返了贾斯汀身边。When I saw Justin again, I was blown away. I didn't know that he had gained so much weight. 为了偿还自己的失职，母亲每隔一天就会上门看他，给他做他最爱吃的香肠肉汁。松软的华夫饼上浇满浓浓的肉汁，是贾斯汀从小到大的最爱。贾斯汀3下5除2就能吃掉满满2大张华夫饼，还在母亲离开后又热了一张披萨饼。可全身的疼痛又在无时无刻提醒他自己大限将至，再这样下去，自己早晚活活把自己吃死。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他叫上了母亲，踏上了前往休斯顿的减肥之旅。时隔多年，再次置身人潮，社恐发作的贾斯汀只觉得无法呼吸。好不容易到了休斯顿，想租个车去酒店，试了半天，没一个能坐进去的。贾斯汀本不想辛苦妈妈来开车，但到了如此田地，只能选择妥协了。经过1晚上的折腾，两人终于在第2天到达了那神医的诊所。一上秤，687磅，把贾斯汀都吓了一大跳。他生怕那神医觉得自己没救了，可那神医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况且贾斯汀还如此年轻，有的是精力做运动，只要他能下定决心，减重绝对不是难事。于是给了他一份减重食谱，要求他每天只能摄入1200大卡的热量，并且保持高蛋白低碳水。如果他能在2个月内减掉100磅，就证明了他有拒绝诱惑、成功减重的潜力和决心。届时就给他安排缩胃手术。所幸贾斯汀的意志也确实坚定，回家之后就给自己办了健身卡，锻炼身体的同时也锻炼自己的社恐，甚至路过自己最爱的快餐店，也只买一些低热量的烤鸡块和冰水当晚饭吃。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和母亲相处更多的时间。If I get approved for weight loss surgery, my mom is even going to put her whole life on hold to move down to Houston with me. And I'm thankful and excited about that possibility. 在如此强大的信念驱使下，2个月后，贾斯汀重返那神医的诊所，一上秤
595磅。2个月内，他成功减掉了92磅。虽然和那神医定下的目标仍有差距，但那神医还是看到了贾斯汀的努力，批准了他的缩胃手术。可前提是他必须搬到休斯顿来住1年，并且起码得有1个人来看护。贾斯汀高兴极了，马上回家收拾起了行李，幻想着和母亲共同生活的日子。可母亲却在这时狠狠泼了他一头冷水。I'm not gonna be able to go with you, honey. But it's just financially, there's no way that I can deal with the 4 things down there, and I feel really bad for letting you down again. 母亲又一次选择了临阵脱逃。不善表达的贾斯汀此时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做出回应，失望和焦虑蔓延全身。This isn't the first time that my mom hasn't been able to come through, or if I'm even able to move to Houston. But if I don't, then it's going to cost me the last chance I have to save my life. 万般无奈之下，贾斯汀只能找来了久未联系的父亲。父亲对母亲的临阵脱逃毫不意外，可一听要离开家人远赴休斯顿生活整整1年，父亲的神色也不由得难堪起来。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父亲还是不忍心看儿子死在自己的面前，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经过一场大汗淋漓的搬家之旅，贾斯汀终于如愿换上了手术服，但在手术前还得确认他是否有坚持减重。有了这3个月的煎熬经历，贾斯汀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所懈怠。上称一称508磅，贾斯汀大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这3个月他依旧减掉了86磅的体重，可以继续进行手术了。那神医亲自操刀切除了贾斯汀90%的胃，拉出来就像一条厚厚的长筒袜。如果不出意外，从此贾斯汀每月都至少能减重25磅。等到他减到合适的程度，就给他安排切皮手术，切除身上多余的赘皮。当然，在这之前还得解决贾斯汀严重的心理问题。康复出院的贾斯汀按照那神医的安排，拜访了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听了贾斯汀的人生履历，把问题的根源锁定在了贾斯汀的母亲身上。这么多年来，默许母亲的逃避，最终伤害的还是贾斯汀自己。他必须直面母亲，勇敢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同样也要直面自己社恐的焦虑，不能让2者一直成为自己的枷锁。1个月后，贾斯汀的身体终于痊愈，体重也减到了446磅，对比最初，他一共减掉了242磅。他把家从休斯顿搬了回来，准备听从心理医生的建议，和母亲见一面。贾斯汀暗自下了决心，如果母亲这次再次选择了离开，这也将是母子俩最后一次的见面了。Hi. Hey. Oh my God. Look at you. 从母亲惊讶的表情上不难看出，贾斯汀在休斯顿做手术的日子里，他根本没有常来联系。一通寒暄过后，贾斯汀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控诉，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总是父亲一直陪在自己身边，而母亲只会在关键的时候突然离开，就像这次的手术一样。I would never have just up and left, Justin. But that's what you do, is you just up and leave. It's what you've always done. 贾斯汀想要的不过是一个稳定的母亲而已。对于儿子的控诉，母亲除了道歉也无他法。一番忏悔过后，母亲再次承诺不会离开了。看着母亲离去的背影，贾斯汀也不知道他这次是否真能守约，但令自己欣慰的是，自己终于迈出了这一步。It's not like our relationship is magically healed, but I feel like I stood up for myself, and like we have something to build on to actually have a real relationship in the future. 解决了心病的贾斯汀立刻重回减重的步调。经过1个月努力，他和父亲一起回到了那神医的诊所，见证自己的进步。一上秤，395磅，把父亲都吓了一大跳。短短10个月，贾斯汀竟减掉了将近300斤，连那神医都对他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只要贾斯汀继续保持，等他的体重降到300磅以下，就给他安排切皮手术，并且根据贾斯汀的进度，相信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看到希望的贾斯汀火速报考了飞行员执照，这是他从小到大的梦想。当然也不能忘记给了自己最大支持的父亲，他带着父亲来到了纹身店，把象征重生的凤凰和给了自己新生的休斯顿纹在了2人的手臂上，纪念2人的重生之旅。这1年下来，贾斯汀一共减掉了334磅，凭借自己的努力重获了新生。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等待着他，他又是如何甩去剩余的累赘呢？敬请期待下期视频讲解。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这里是北仑讲电影，我们下个视频再见。